就觉得你这个人吧，就觉得你这个人刚刚好，刚刚好，刚刚好，是我喜欢的类型。和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每天都觉得特别的开心，干什么都开心，不干什么也开心，开心到有点难过。你拍我干嘛呀？留恋啊。真当自己是游客了？我本来就是游客嘛。行，游客。保评审他们呀，都在想送你点什么好吃的。我想来想去，也不知道送你点什么好。你开什么玩笑啊？你已经送我很多东西了。我送你什么了？日出、日落、星空、风、勇气、希望。你可以物质一点。我觉得我比你有钱。我没贷款。真美哈。你倒是学会了随时随地的享受哈。那可不是嘛，这些才是真正的奢侈品。你怎么不说话了？在想怎么说？怎么说？随便说啊。啊？离别礼物，自己做的，也不是什么值钱的小玩意儿，怕送贵的你不收。自己做的。怎么了？这两个指环怎么扣一起啊？魔法，巴啦啦，黑暗能量。你不喜欢？我很喜欢，谢谢啊。你的手是受伤了是吧？没有，抬拖拉机蹭的。好看哈。好看，你长得好看，戴什么都好看。熊闹。
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觉得这个人端正又朴实。再接触吧，小倒霉样，人很有趣。每次拜托你办点什么事儿呢，嘴上100个不乐意，但心肠又软。怎么说呢？就觉得你这个人吧，就觉得你这个人刚刚好。刚刚好。刚刚好，是我喜欢的类型。和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每天都觉得特别的开心，干什么都开心，不干什么也开心，开心到有点难过，因为我认识你的时间和地点不是那么的刚刚好。我甚至有的时候有点后悔，因为我当时在北京的时候，明明很多次经过你工作的酒店，却从来没走进去过。如果我进去的话，我就能早点认识你，或许我们之间就有另外一种可能。这些话，我本打算慢慢的烂在心里。但我想了很久，最后的最后，我想再送你一段记忆。在海边一个有风吹过的地方，在晚霞和落日的见证下，有一个人认真的喜欢过你。哦，说出来了。谢之遥，你可真猛哎！没想到吧？直球，接不住。就是要你接不住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怎么还哭了呢？不用这么给面子。谢谢你啊，礼物我很喜欢。不客气。许红豆，去过你想过的生活吧。祝你幸福。谢谢你。回家吧。红豆，一路平安。书记有消息告诉我啊。一定会告诉你的。常联系，有资源介绍过来啊。好，你的行李我今天晚上给你寄出去，到了记得给我寄好吃的。一路平安。到了朋友家，一定要在群里报个平安，啊。走吧。
进去吧，我看着你进去。不好意思。算了，走吧。还是抱一下吧。你到底想怎样啊？一路平安。再见。再见。哎呦，我都给忙忘了，今天走啊？我以为明天呢。对啊，谢总亲自送的。刚才红豆还在群里发消息说他已经落地了。这大哥也真是够惨的，好不容易遇到个喜欢的吧，还没戏。你得让爱情的子弹先飞一会儿。这都飞到银河系了，也没见撞着谁。修鸭奶啊，来了！哎，你别动，你别动，我来弄，扎手呢。还是红豆做事仔细。我已经开始克制自己怀念他在店里的时候了。你是不是？哪个？白衣服那个？哎，是。哎，红豆，红豆，红豆！哎，叔叔阿姨，哎呦，来，快！哎，到了。来，快红豆，先进。你带红豆休息啊，我赶紧给咱炒菜。好，来换个鞋。哎，进来。这是楠楠的房间。楠楠，红豆来看你来了，高兴吧？
这个房间小了一点儿，楠楠的东西我们烧了一部分，留下这些就是想留个念想。要不这样，我跟你叔叔睡这间，你去睡我们那间。我就睡这间，这间有楠楠的味道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阿姨，带了好些东西，我来看看。你是平常寄那么多东西，怎么又带东西啊？干杯！干杯！这是阿姨自己酿的酒，怎么样？这太好喝了，是吧？东墙边也不知道是谁种了2颗葡萄，长得还挺壮，就是结的葡萄，哎呦，酸的哟。没人摘，好多都让鸟啄了，还招了很多蚂蚁。你阿姨啊，觉得可惜，就摘了一些回来酿酒。你别说，还挺好喝。真的？我当时把这个酒分给好多邻居，后来这棵酸葡萄树还成了香饽饽了。哎，别光听我们说，快吃快吃。我刚还想说呢，叔叔啊，这个鸡炖的太好了。等一下哈，你们先吃，我给我爸妈录一下。拍，先别吃，这样拍出来好看。我现在在楠楠家呢，叔叔啊给做了一大桌子的好菜，这个鸡肉啊特别香。哎，这是我们大厨陈叔叔。走地鸡就是好吃。啊，美丽的阿姨。比心比心。还有这个葡萄酒也是阿姨酿的，特别好喝，酸葡萄酿的啊。对，喝起来不酸。好了，你也尝尝我这个。等会儿给红豆吃。好，抓紧吃，尝尝这鱼，尝尝这鱼。谢谢谢谢。师傅，再打我一次，走。师傅，吃饭呢？哎，怎么就俩菜呀？别拍，拍什么呀？吃饭拍，别拍了。师傅，您看这个。你这小爱看，你教个熟了，你打算卖给谁啊？师傅，这不是雕的，这是真的。唬我，没唬您，真的。我师傅，我就想给您加个餐补一补，师傅，别打我，师傅，别打我，师傅。阿鸟，来，鸡汤好了，尝尝。这个鸡汤啊，明早煮米线肯定特别棒。你先喝，剩下的明天早上再做米线。来，别，我自己喝。好。哎，红豆到家了吗？应该到了吧？他落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声。那他吃上饭了没有？那肯定吃上了呀。你问问。问什么呀？问他吃了什么？这有什么好问的？你要多跟他联系。不是有事儿再联系呗，这没事儿联系什么呀？你要是不联系的话，那就把这个换了。行，我一会儿就换。哎呀，你怎么一点都不像我呀？我年轻的时候追你阿爷的时候，他到哪儿我就到哪儿。阿奶啊，你那是恋爱脑啊。什么脑？就是特别会谈恋爱。哼，那倒不是，我就是看上你阿爷了。
我跟你可不一样啊，我把许红豆送走，那可太高兴了。这个大美女真的非常影响我行走江湖、施展拳脚。看你嘴硬到什么时候？喝。我喝。哎呦，掉了！你要像我这样有巧劲儿，像我这样，哎，悠起来，对，很好，很好。小梅，这是你侄女还是外甥女儿？哦，我干女儿，专门从北京来看我来了。干闺女，这么远还来看你，真好。平常还经常给我邮点吃的喝的什么的，真好啊。阿姨啊，陈南星跟我说哈，您生他生了1个晚上，第2天早上出生的时候啊，叔叔看见天上只剩1颗南极星，就叫他陈南星。我也是被他骗了好久，前些日子我才知道，北半球根本看不到南极星。他的名字是他爷爷给他取的，他爷爷家的院里边种着1颗天南星，都不用怎么浇水就长得特别茂盛，绿油油的。他爷爷说就叫南星吧。对，他小时候就不喜欢这个名字，说是跟他爷爷家院子里的草同一个名。挑点苹果。哎呀，这个不好，妈妈跟你说，苹果得，阿姨告诉你啊，这个挑苹果得要这种树道的，甜。这什么呀？我看看，染发膏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，这不好。这怎么不行？哎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个太贵了，你干嘛呀？我们都多大岁数了，用不上。459。哎，你干嘛不用你？哎，不用你。哎，扫了。对。红豆，你阿姨头顶这块白头发比较多，哦，好，你别在这儿瞎指挥，我比你染的仔细，我正享受呢。那可不一定，叔叔有经验哈，我这第1次染。他那老眼昏花的，老看不清楚，总染不匀。我哪儿花了呀？眼睛这么亮。好啦，等上色吧。快歇会儿。来，红豆，喝茶红的。好。哎呀，手上没染上？没有。哎呀，辛苦了。你拍张照哈。啊，拍照。你这个样子。来，哎呦，来，辣椒，茄子。哎呀，看看。哎呀，这个嘴长得跟个鲶鱼一样，不行，这个太丑了。这个好，删了。嘛，这个。好，删好，再来。香。米线好了，谁来吃？胡老师叫姐姐一起下来吃。都在那儿聊天，
根本就没有人听你唱歌。还有的人呢，嘿，点个网络神曲，他就只听一段。你这，哎呀，黄老师，哎，米粉好了。啊，娜娜，我得赶紧去镇上了，今天头一手，我就不吃了，啊。那姐姐呢？我不吃晚饭，我去酒吧听她唱歌。我们走了啊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更离谱的是，你在上边唱，他在下。出了这么多。写了一天的材料，明天还得去正上开会。你呢？忙什么忙啊？现在？今天马场有个客人骑马的时候摔了一跤，带去医院拍片子了。那严不严重啊？幸好带了护具，软组织挫伤。娜娜，煮的什么呀？够不够2个人吃啊？哎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够的，我给你们拿。你就因为煮了粉没人吃，就难过的想哭啊？是，我是觉得好久没有一个人吃饭了，突然看到每一个房间的灯都是灭的，就觉得有点孤单。哎呀，好了，是我太矫情了。你这不是矫情，你就是不习惯那种分开的感觉嘛。你看，像我这种金刚不坏之身，上次我跟我爸去看我妈走的时候，我不是一上车也哭了吗？你妈一定很难过吧？哎呦，拉倒吧，我妈简直是欢送啊！我们去了之后，又要顾着我们吃饭，又耽误她工作的。怎么可能？你妈肯定是嘴硬。是真的，是我男朋友悄悄跟我说的，说我们一走之后，我妈就吐了一口气，还形容我跟我爸是2尊粘人的大佛。你妈不愧是我的偶像。你的偶像不是我吗？我已经爬墙讨校长很久了。那我的后援会呢？已经默默解散了。太棒了！抱歉。哎呀，你们这说的也太凄凉了吧？是很凄凉啊，人都走了。放心吧，新的房客还是会来的，窗户还是会亮的。不一样，无论谁来，都不是大麦，也不是红豆。哎呀，来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老谢，你也别太难受啊。看看，我摆个照片儿，你早点睡啊。阿姨，那个，我明天就走了。我们一起睡，跟我多聊聊楠楠的事儿。
这是楠楠百天的时候。啊，这个时候她1岁了，她奶奶抱着她。好胖啊，那个时候。她个头大，我生她的时候生了2天，生出来就7斤8两，全身红彤彤的，皱着个眉在那嗷嗷的哭。我当时看了一眼，吓一跳，我说我怎么生了个这么丑的丫头呀？这是他小学入学的时候了。他爸爸单位门口有个卖卤鸡腿的，就是那种大琵琶腿啊，他基本上每天都能啃一个。别人家孩子都说什么什么挑食，在他身上从来没发生过，给什么吃什么。这个时候好像瘦点了，对。哎，叔叔这时候好帅啊！这应该是他上初中了吧？好像是他奶奶过生日，你看这儿有个蛋糕。他这时候瘦是因为不好好吃饭了，知道要漂亮。那这时候长得比我都高了。他长得像他爸，是吧？楠楠刚走的那段时间，我跟你叔叔都魔怔，2个人在家里谁也不说话，电视开着也不看，谁想他了就来这个房间看一看，哭一头，哭累了就去睡觉，感觉像做噩梦一样，不真实。亲戚啊，老邻居啊，都热心，轮番来看我，来了就跟着再哭一通，就怕别人问。孙德，阿姨总在想，你说我上辈子是不是干了啥缺德事儿？我这辈子就落了个白忙活，一场空。阿姨心里特别感激你，你那个时候总给我们打电话。我们吃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我们都答不上来，你就给我们打视频电话。我当时心思没在这上面，没看出来。你叔叔比我细，他说你发没发现，这小红豆怎么精气神都没了，病恹恹的。我们俩就是太自私了，怎么光想着自己，都没想想周遭的人心里肯定也不痛快。楠楠她姑姑一身的病，还经常给我们做吃的送过来。侄子、外甥女工作那么忙，还经常抽空来看我们。你叔叔劝我，说要让楠楠走得安心，我们得往前看。其实我现在真的想开了，真没事儿，迟早的事儿。我们在那边还能见着。
们家人真挺好的，不用操心，真挺好。你看我们现在每天又锻炼，吃的也好，你不用老记挂我们，不用老为我们寄东西。楠楠，红豆从这么远的地方来看你，你在天有灵，一定要好好的保佑他，工作生活都顺顺利利的。啊，他好好休息就行，不用费劲保护我。咱这个小姐妹说实话，让走。对对对，别着急啊，我们在停车场等着你。蛮舒服。你叮嘱我的事情啊，我大部分都做到了。交了朋友，吃了好多好吃的，玩了好多好玩的，还找到了一些小时候的感觉。那是什么感觉呢？就是我也说不好。大概就是最接近幸福的感觉。给你看照片啊。水性杨花汤，还记得哈？好，看这个。帅不帅？我们的约定啊，永远有效啊！回来应该走了啊，你们好好保重。好了好了，快走吧，别让车等急了啊！路上注意安全啊！回去以后报个平安，给你爸爸妈妈带好啊！哎，慢点啊！哎哎，这是退货，不是垃圾，还二次售卖的，被你这么扔来扔去啊！这不就是茶叶吗？我茶叶就能扔啊？茶叶不会碎，茶罐不会瘪啊！你要干什么？不就摸了你一下吗？你差点踢到人家，踢到人家，阿爸是要赔偿的。咱们家有多少贷款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，把你抵押了行不行？不是你有情绪是吧？说你两句有情绪是吧？啊，我还有情绪呢。
今晚上没饭吃啊。你考个14名就想跟你阿妈顶嘴了？那你要考上清华北大，全家得跪着迎你，是不是？你自己看看你什么态度？哦，你这叫态度好是不是？行，那我今天跟你说道说道啊，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在学校什么状态吗？到底谁是小偷？你才是！你偷地还占那么一大块！少说一点。你去量。不是老师。量。让小黄带头去量，看看大龙有没有打到你家田里。哎，一米不行啊，咱别动手啊！咱别动手啊！别闹了！阿叔们，说是说不明白了是吧？啊，来，砸！您看你上次给我弄的，到现在都还没有好，直接砸吧，让你痛痛快快的出个气，别一年到头的时候播种的时候闹一次，收成的时候再闹一次，啊！我真的累了。砸，往这砸，来，用这个砸，用这个砸，来，砸，来，哎呀，别这样。这怎么还不到啊？不是说都已经打上车了吗？啊，对呀。哎，你那酱怎么样啊？都炖好了，肥肉都已经炖化了。哎呀，真好真好。来，哎，要不然我到小区门口去接一下吧。你赶紧去吧，我看你这样在家也坐不住，跟屁股长了钉子似的。来了，准备下面啊！哎，哟，豆儿回来了！哎呀呵，没菌桑。哎呀，炖什么东西？哎，我他玩疯了吧？不回来，你这腰又粗了啊！滚，赶紧洗手。哎，我寄回来的行李呢？在你屋里呢，快点啊！好，哎呦，快点！你妈给你做的你喜欢吃的炸酱面。下面喽！来，你要的糖蒜。你怎么没吃啊？你爸非说要等着你。上车饺子下车面，你妈呀还怕你在路上吃过了呢。来，趁热，快！哎，我跟你说，掐指一算，你们肯定给我做好吃的了，那我得留着肚子呀。这就叫机灵啊！怎么样，咸不咸？特别好吃，天下第一啊！哎，那个楠楠的爸爸妈妈怎么样啊？啊，还可以吧。那个，让我给你们带好。哎，别叹气了。哎，新家收拾怎么样了？哦，差不多了，开过荒了，甲醛也测过了，空气达标。最近我跟你妈啊前后的已经拖过去不少东西了。就你屋里那破烂啊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收拾，是扔还是留？等你回来自己收拾。我哪有什么破烂啊？你自己看看，20年前的杂志你还留着呢，留它干嘛呀？留纪念呗。我看你啊，跟隔壁楼的那个老刘奶奶能过到一块儿去，什么都留啊。哎，天天往家里捡破烂，这儿子儿媳妇怎么劝都不听，家里那破烂堆的都没地方下脚。哎，你妈这人呢，就是喜欢说话夸张。我看也没多少东西嘛，就一柜子，不算太多呀。不是，那天不是你说的吗？那豆儿那一柜子破烂，我们是给他扔了啊？哦，这回你变好人了是吧？我什么时候说过那是破烂啊？我说那是老物件儿，破烂物件儿。你这耳背没听清楚啊？行，下次你说话我给你录下来。反正我没这么说过。你爸这叫选择性失忆，想记着他就记着，不想记着他就不存在这事。
二姐，大姨说你回来了，我跟我妈过2天去你家，你记得提前给我买车厘子啊。杨之南真的非常的过分。我们刚在一起，他的第1个生日，我还特意问了他是哪一天。我只要之后想想都知道，肯定是要准备礼物一起过呀。结果今天5点的时候，我去取了蛋糕，我还特意为他做了个造型。我打电话问他下班了没，他跟我说他今天就没上班，请假了，回家去了。他回家去了。我问他为什么回家去了，他说他请假回家过生日去了，还说没关系，生日礼物可以明天再给他。气死我了，我跟他分手。哎，不至于啊，小琴。那孩子他可能是没谈过恋爱，人比较实在嘛，不懂这些。他怎么不懂？他就不想每天跟我在一起吗？每天在一起不很快就烦了吗？他烦我，他还烦我。没说他烦你，是说呀，这俩人每天不能都腻在一起。仙女还有看够的一天呢。谈恋爱呀，你得给对方留点空间。空间？谈恋爱要什么空间？我还不够给他空间，我都没有让他上班的时候给我打电话，只要每半小时发一次定位。小琴啊，不是阿哥说你。杨冠军，你跟我说话的时候注意一点，论辈分，我可是你小姑。我们家宝国宝叫你姐，我叫你小姑啊。你要是说我对，那我可以叫你冠军哥；你要是说我不好，我就要跟你论辈分。没说你不好，我就是以过来人告诉你嘛。你这个天天在一起啊，很快就腻了，你知道吧？他腻了，他还腻了！我的天哪，阿叔，你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他还腻了！你说他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太过分了！杨志南他太过分了，要什么空间啊？谈恋爱要什么空间啊？和喜欢的人不就应该时时刻刻的在一起吗？是吧？我们今天小琴打扮得这么漂亮，还买了蛋糕，结果呢，杨志南他回家了。谁有女朋友过生日不是和女朋友一起过的呀？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？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心里根本没有你。啊！混蛋杨志南！我要跟他分手。分手！现在立刻马上跟他打电话说分手。哎，过分！哎，小琴，别打，别打，别打！杨冠军，你站在那儿别动，今天谁劝都没用。杨志南，我给你空间，分手。没有男朋友了。小琴，听叔一句劝啊，咱不要为了爱情掉眼泪，咱得好好搞自己的事业，你知道吗？我连事业都没有。哎呀，谢志友，你跟着拱什么火呀你？你转眼的功夫，人小琴对象就没了。今天你不站在他这边摇旗呐喊，这事儿没完。
我看你就是自己没对象，看别人成双成对的嫉妒，对吧？杨冠军，不许你这么跟阿瑶叔说话。全世界只有阿瑶叔站在我这边。对，阿瑶叔永远站在你这边。阿瑶叔，要不你娶我吧？哎呀，活该，让你拱火。怎么了？鱼刺卡住了？报应啊！阿瑶叔，谁卡住了？别吃蛋糕了，去医院吧。阿瑶叔，你别咳，我害怕。不要吞口水啊，忍住。哎，幸好扎的不深，就扎到扁桃体上了。你这扁桃体长得真漂亮。哎，非常好。哎，出来了。哎，很久没见过有人扎这么大的鱼刺了。你是怎么吞进去的？没注意。每天都有吃鱼卡刀刺来看急诊的，吃鱼一定要小心。颜色可以，知道来医院。很多人喝醋、吞饭，鱼刺越卡越深，划破食道就危险了。哎，稍等一下，我拍张照。女朋友没陪着来啊？啊？上次陪这个美女输液的是你吧？还好没事儿。吓死我了！走吧，小齐，我小时候也被鱼刺卡住过，比他这个刺还大呢。这么大？这么大啊！给我吓坏了。以后吃鱼啊，千万小心。你刚才还让他吃蛋糕呢，医生都说了不能吃东西。我又不知道蛋糕不能吃。知道吧？连个赞都不给我点，这我还陪你去输液？卡到鱼刺。爸爸，你来吃早饭了。啊，好。快点啊。嗯。你头疼啊？哎，要好好吃饭，不吃饭没力气。这人呐，伤心也要力气。怎么就伤心了？阿南，你真的是……一会儿吃啊。哎呀，阿南啊，人家不给我发微信，我也不好联系人家呀。为什么不能主动联系？你的手机信号不好？哎，我认真的，就是吧，这个主动权不在我手上。他走之前，我跟他说了。说什么了？说我喜欢他。
要这样，那我就不说了啊。你说，你喜欢人家，然后呢？没然后了，我表达了我的心意，画上句号呗。那人家说以后别联系了。当然不是啊，就说常联系啊，还是朋友啊什么之类的。这不就是了吗？你什么话都说了，现在又脸皮薄了，脸皮厚一点，主动一点，没准儿还搞好了，还成了网恋。安南，人家既不网恋也不异地恋。那你就辛苦一点，云南飞到北京，北京飞到云南，有钱，安南给你存钱了。您给我存钱？那存了多少？你等着。这钱啊，我本来打算，万一要是在家里事业不成，那我就给你，让你回北京，或者呢，你娶媳妇儿，给你们小夫妻做家底。当然了，买房子买地那是不够，但是总归可以应急呀。我觉得红豆走对你们俩都有好处。你们年轻人吧，热得快，凉得也快。他一走，冷一冷。要是互相还惦着念着，那就想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，不要着急忙慌的。我跟你阿爷啊，白手起家，一辈子就懂了一个道理，那就是自己想要什么，自己动手，不要等着别人来给。打起精神来，别垂头丧气的，懂吗？懂了，就好好吃饭。阿奶，这存折不是给我的吗？等你买机票的时候再给你。不过我还是很好奇啊，你是怎么攒了这么多钱的？我呀，3天2头的给你阿爸打电话，今天说我头疼啦，明天说我腚疼了，跟他要钱，给你存着。接个电话，小黄的。哎，小黄怎么了？喂，老谢，韶华书屋的团队5天之后来。确定了？确定了，过来开会。哎，好，马上过来啊。阿南，我得去趟那个村委会开会。哎呀，又吃不了饭了，拿着路上去。哦，那个给我吗？谢谢阿南。走了。我在鱼苗的时候啊，天没大亮就起来，去那个镇上吃菜市场的小锅米线。哦，哎呦，就你这种懒蛋的还能起早？有人叫我呀。谢之遥家跟我住的那个小院就隔一条巷子。哦，我从窗户就能看见他们家院子。他起得早呀，他就拿小石头砸我窗户。我跟你说，就那种小店哈，不是当地的人还不知道。就是你说的那个，回家创业的那小伙子嘛。就是他，人特好。他多大？30出头。哦。哎，我看他那条件挺好的，却一直没结婚啊。没遇到合适的。他上次谈恋爱说还是大学的时候。那都10几年前了。哎呦。这一直不找，会不会是那方面有问题啊？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？
那没遇到合适的就是没遇到合适的呗，一般人都不会想到什么生理缺陷呀。一般人肯定得往这方面想啊，要不然为什么一直不找呢？眼光高呗。那你女儿也没有男朋友，是不是我也有问题啊？你当然没问题了，现在女孩子晚结婚很正常。妈，你推双标了啊！那当然，自己养什么肯定说什么好喽，是吧？哎呀，就是俩人离得太远了。你快吃快吃，吃完了带你出去玩去啊！我不和爸去钓鱼啊。谁说去钓鱼了？咱们去摘桃，好不好？摘桃，快吃。红豆摘的这个桃子呀，可真好，一个得有半斤重吧，可甜了。觉得什么？希望能听到你的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哦，他说书店的事儿。阿奶，看这里。这张特别好。我看看。哎呀，你把我拍那么丑，拍那么丑，这叫可爱，你不懂。可爱干什么呀？我发过去，给我。哎呀，我这不行。那个，我去给华娘娘送一箱。哎呀，走了。哎呀，来吃桃。甜，真甜。借了200多斤过来啊，这快递得花多少钱呢？啊？哎，可惜了，姑娘是好姑娘，可惜在我们这里住不惯。你看阿瑶前几天一会儿气不顺，一会儿不说话，人蔫巴巴的，没精神。哎呀，不是今天早上过来了吗？我挺好的呀，人精神了，还笑眯眯的。所以说啊，男的跟女的还是不一样的。男的失恋顶多就1个星期，连谢总都这样。我对男的绝望了。你可说对了，男的忘得快。你看宝平老官走了，这么些年人家都没找。对，你看村里的老乌鸦，婆娘前脚走，还没满100天呢，就找媒人说媒去了。呸，不要脸！老东西真不要脸，不要脸。不过楚楚小月，你们还是不要绝望的啊，还是有好男人的，比如我们冠军那样的啊。冠军这孩子确实不错。你别学阿贵卖瓜，遇到事儿你就知道了。也是。甜吗？甜。张嘴。甜吗？甜。你别看着我呀，你也尝一块。甜。对了，姐姐，你管娜娜要那些酒瓶子，还有那些罐罐，干嘛用啊？我要变魔法。哼，还卖关子。哎，以后你吃完桃核都别扔啊，给我留着。你要它干嘛？这都是生命，懂吗？哎，你过来。啊？你这头发太长了吧？我给你剪剪吧。你还会剪头发呢？当然了，我女儿头发都是我剪。那可太好了！我跟你说，这儿的理发馆呀太贵了，随便剪个头发都要好几十。那作为报答，你得唱首歌给我听啊。成啊！你想听什么歌？风。吹开吧，吹开你我脸上。我去拿吉他。佳慧，嘿。你好，你好，这个是我们特制的糖水蜜桃，请你们品尝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这个是我们特制的糖水蜜桃，请你们品尝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不错，请慢用。
你们这个样子太不自然，太摆拍了。来，互相看着彼此，然后呢，让嘴角上扬啊，感觉这个桃子很美味的样子。好嘞，就这样啊，3、2、1，好嘞，忙你们去。不是你觉得我们像工具人？工具人也就算了，我现在就担心他这么上头，会不会被许红豆拐回北京去？我们来看看阿姨给宝宝准备了什么好东西。虎头鞋，这是我在云南的阿奶做的，她不肯收钱，一针一线都是她的心意。要是姥姥还在的话，应该也会给宝宝做虎头鞋。阿奶身上有姥姥的味道，你闻闻。真有哎，是煮花生的味道，不是烤面包的味道，是煮花生。哎，你赶紧擦擦，待会儿让妈看见了，还以为我怎么着你了呢。我没事儿，怀孕嘛，就是情绪比较敏感。可心啊，你老公对你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，就是我们俩都挺懒的，他妈惯的他什么也不会，我妈惯的我什么也不会，俩巨婴，谁也没法嫌弃谁。你真是傻人有傻福啊！二姐，我是找了个废物，你可得擦亮眼，找个好的。要多好？首先得帅。能赚钱，然后呢，家风要好，父母得讲道理，在北京买得起房，最起码也得有北京户口吧？那不是北京人，那上海的也行啊。云南的呢？云南就……你喜欢上云南的了？不是，你是不是跟人家在云南一夜情了？哎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让你妈和我妈再听见。你看上谁了？我跟你说啊，要不看你是个孕妇，我打你了！这什么呀，都是。宝宝，妈妈好怕呀！你二姨怎么还急了呢？你最烦人了啊！啊，说正事儿，你新工作找好了吗？新工作？啊，大姨说你在北京那个酒店待了10年，待腻了要换工作。怎么样了？哇，妈，哎，要不要我帮什么忙呀？你呀就等着吃吧。啊。妈，哎呀，妈妈，你是羊啊，有话说话。你是怎么知道我辞职的？啊，你孙姨家小康不是要去北京玩吗？他自己打电话到你们酒店，说想提你的名字，看能不能打个折。结果人家说许经理辞职了。啊！哎呀，许红豆啊，什么叫天网恢恢啊？你说你啊，从小到大只要一说谎就露馅吧。你知道我辞职了也没问我啊。我看你在外面玩的挺开心，问什么呀？回来再说呀。回来也没问呀。那你就说。其实也没什么，你们从小到大不是让我笨鸟先飞吗？我现在这只鸟飞不动了，累了，就想歇会儿，喘口气。不飞呀就不飞，飞回巢里来也挺好的啊。咱们一家3口啊，就等着许红米这捉虫小能手给我们捉虫子吃啊！就跟你姥姥她家那个房檐底下那窝小燕子一样啊！妈，我跟你说认真的呢，
行，你认真说，打算怎么着？你爸呀，跟你姐想让你去上海。我其实有一个做 HR 的朋友找我，他们酒店的培训部门在招人，工作挺适合我的，就正常上下班，不用24小时待机。哦，那挺好的呀。哎，你觉得合适就行啊，你不用管我跟你爸。哎，我们俩还有点存款，我们也花不多。再说了，还有你姐顶着呢，只要你一个人吃饱，哎，就全家不饿了。你千万别有那么大压力啊！那我不想比我姐差太多呀。哎呀，你老跟她比干嘛呀？我没跟她比呀，是从小到大你们老拿我跟她一起比嘛。那是妈不对，妈不该这么比，我们不对啊！妈跟你赔礼道歉，妈错了。妈，你认错这么快，也太先发制人了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。你不知道说什么就别说，等着吃就行了啊！不加水了，好姐。哎呀，你别管了，就等着吃吧。这帮人真坏呀，真好。好了，换我了。好。来给你看，怎么样？哦，这力道，哎呦呦呦！哦，怎么了？谁呀？红豆给我打电话了。哦，接呀。嗯。这个傻样。呼。喂，听得见吗？喂，你在忙啊？这么半天不接。刚才阿奶在旁边呢，我上楼接的。嗯。在干嘛呢？收拾书呢，这几天准备搬家呢。哦。那个下午的时候没来得及回信儿，我姨啊带着表妹过来玩了，闹哄哄的，大家都在包饺子。我表妹怀孕了，肚子好大，陪她玩呢。难怪呢。其实你下午给我打电话的话，我也接不了，我在村里开会呢，书店的事儿。啊，有进展吗？过几天团队正式过来考察，商量接待的事儿，我这边配合村里。哦。还有民宿，过几天来看地方。不好转啊。不好转，想接的人呢，给的价格特别的低，其实就想捡漏。之前的老板着急用钱，那个价格已经一降再降了。这样啊。哎呀，不说这些了，都是烦心的事。哎，你喉咙怎么样了？那你看到了不给我点赞？我看到的时候你已经发了11个小时了。再说这种事儿，点赞合适吗？我又无所谓。那你也没给我点赞呀。我看到的时候也过了10几个小时了，你发的时候我不是去医院了吗？行吧。那这事儿过去了。那平时多联系。你笑什么？开心不能笑啊！你回家不开心啊？
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你早点休息，晚安。嗯，好，那就这样，晚安。干嘛呢？你妈偷听。这许建国，你